是马可耶的，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。你们发生什么？还是你欠了他什么？有什么舍不得？他不住这里，你却非叫他不可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是否难耐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？总是阴差阳错擦破我的耳朵。我处了对象之后，基本上自己没有剪过脚趾甲，特别是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这一任可能有一点点，对，不称职，对，脚趾甲这么长也不是帮我剪。你们会讲什么？口气会不会软软的？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？够不着啊，太胖了。叫他给你剪。这不是叫别人剪的呀，这是得主动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是的，胖了就不好剪了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？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看不着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放飞的。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？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
谈恋爱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就是要求别人做一些事情。你要求别人做的一些事情，到后边如果说你俩分开了，这都是他口中的你。谈恋爱最好的方式就是，要不你就包容，要不你就默默的把它 pass 掉就好了。就千万不要就是要求别人，我觉得要求别人这真的是问题也得不到解决，最后还落了一身埋怨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的侧脸，我开始孤单思念。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这样聊吧。想你是你在心。谢谢大蒜送的你最好看，谢谢你。哎，第一次看这个人名，之前没在我直播间里好像没见过你改名还是什么。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心间。耳石症，在网上看着点名词就瞎用啊。你是你在心间。脖子长了没有？那个低耳叶，我在低耳叶。越有着一生的越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。昨天吃的那个烤鱼，感觉吃完浑身不舒服，睡觉的时候也比较燥，然后身体感觉也油油的，吃完感觉肠胃不舒服。今天都周二了，二把刀到现在都片子都没整完。
我真的很着急，你知道吧？我这都早的都整完了，然后他整不完，真的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真的需要一个 partner， 上不了你们就讨伐他，好吧？反正我都整完了，你可以王姐，我不。小爱同学，在播放陈绮贞《花》。没找到这首歌，为你推荐五月天和陈绮贞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其实你是个心很幼小的小狗，我的心，我的呼吸和名字。小爱同学，我在播放《小小的太阳》。好的，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张宇的《小小的太阳》。都白头发了，是的。能看出来吗？我都看不出来。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，一个人游荡。是金币不够吗？我不愿意攒金币。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我觉得攒金币压力太大了。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。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哇哦，有一种温暖，好听。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马上又要过年喽，你们攒钱了吗？你们过年有钱吗？过年是不是要给压岁钱了？你总是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的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过年各回各家吗？是啊。更坚持，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今年谁也不给了，没钱就不给。我都好几年不给。之前门口保安都给，现在希望找保安要回来。之前做生意的时候就会拿几千块钱，然后就是因为广东的红包非常小，广东的红包就是10块20块的那种，或者说有几块的也有，然后我就拿2000块钱，然后我就拆成那种
小份额的，然后我就出门只要有人跟我问好，我就要给一个红包。广东那边好像做生意是这样吧？反正我是这么做的。对。过年的时候，那个保安围着我，然后再让顾客呀，红包马上就没想吃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一点都不要吃啊！想吃日料。大天生腌还吃吗？不吃，我就吃普通的日料。再给我点一个那个乌冬面，不吃那家不好吃，感觉。想吃一个乌冬面，然后吃2份4个那个三文鱼寿司，然后再给我来一个三文鱼北极贝甜虾的刺身，甜虾不要了，三文鱼和北极贝的刺身就好。谢谢老公，谢谢老公，老公谢谢。我不吃点吗？不用点吗？你少说话又要被骂，是的。那个，我劝你就换名字吧，你这个名字已经就是让我心里看着就是已经有点就是对，我不知道哪家好吃，点的都好吃。我自己在笑，与你分享。如今站在台上，也难掩心慌。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小爱同学，哎，放钢琴曲。好，一起来听钢琴歌曲。小爱同学，哎，放钢琴曲。没问题，一起来听钢琴歌曲。立马我家就是5星级酒店大堂。哎，张总，这边会议室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。什么？啊 ，PPT， 啊，可以。水啊，水是那个百岁山的，行吗？行，好，哎，行，那里边请吧，就那种。记仇了没有？记仇就是单纯的就是膈应啊！我这人不记仇，就是我伤害我的人我也不太记仇，就是可能记一段时间，可能后边就很容易就是又和好之类的。但是有一些人我是会膈应啊，
那个跟记仇没关系。记仇就是很在意，其实我对很多事情一开始会在意，后期就因为生活太丰富了，就是想在意你也在意不起来啊。蔬菜乌冬，蔬菜乌冬就行，炒乌冬最好啊，炒乌冬吧，炒乌冬。小爱同学，哎，小点声。还要啥别的？不要了。寿司是三文鱼寿司，要2份4个，它一般1份是2个，我要2份。没了。就寿司、刺身还有那个乌冬面就够吃了。刺身是那个三文鱼和那个北极贝。这号这口。哒哒哒哒哒。我还玩火影，偶尔玩吧。有的时候就是起床以后不精神，然后我就会打一把火影，然后就气精神了。有的时候就起来以后就昏昏沉沉，然后就是还想睡，但是打一把火影，哎，立马就可以就气的就精神抖擞，然后就可以干别的事儿了。而且火影比王者更快，王者打一局太久了，火影就是气得要死。你要是碰到那种特别厉害的，你就被穿3，特别爽。配这个感觉命苦有没有？是高雅艺术，你可能不懂。你像我们这种就是艺术家庭，都会闹铃啊，都是这种钢琴曲。对，平时吃饭呢都会配一个那个贝多芬的一个交响乐。对，绿豆一共多少集啊？10多集。整这么高尚，啥叫高尚啊？就是有些孩子你们用词儿就真的好奇怪啊。1集40分钟就好了，
那得有钱呢。就你们知不知道1集40分钟意味着什么？1集40分钟就按照每一集大概需要10万块，就是每10分钟大概需要10万块钱，就是1分钟需要1万块钱，40分钟就相当于4万块钱。哎，每一集是10分钟，10分钟需要每1分钟是需要1万块钱，然后10分钟是需要不对，每1分钟需要1000块钱，然后不对，每1分钟其实需要2000块钱，2000块钱，然后1集需要，对，哎，对了，每1分钟需要2000块钱，然后40分钟需要8万块钱，对，40分钟需要8万块钱，就是这个是按时间去算的。你们可能不觉得就是说做剧什么费钱之类的，你们不懂。对，我们至少1集是在1分钟是在2000块钱。想看超前点映，没有超前点映。你们会赚钱吗？我们不会赚钱，而且赚钱也是通过自媒体去赚的钱，跟剧没关系。1分钟1分钟需要2000块钱，纯公益性。为什么要公益性呢？没有什么公益性不公益性，我们做这些的初衷，一是因为热爱，我就是做这行的嘛。一是因为热爱，第二点呢，就是能给我们带来流量，就可以做这个一些带货呀，包括一些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啊。对，什么纯公益，谁做公益？做公益其实有很多的机构，他们做公益其实是有其他的一些，对，你们可能不懂，说多了也不懂，我要说多了也不太好啊。为啥没有超前点映呢？因为我们没剪完，然后就每周剪2集，就是比较难剪。前期工作做的不是特别的充分，所以后期剪辑的工作量会比较大一些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超前点映。而且我是不喜欢，就这种剧我是不喜欢做收费的。因为你们不知道，因为你们其实不知道，就有人说，那你就做那个收费呗。我说我做不了，为什么做不了？免费的东西，网上还各种骂你呢，你要是收费了得骂死你，能明白不？就是现在的人其实他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收费了，那你得满足我的需求，我就是消费者。那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，其实你做的这些东西，其实他会各种觉得不满意，他就其实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消费者权益啊，或者退款呢，或者说举报啊，怎么样都会有这种。当我们做这种不收费的这种东西，依然会有这种，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不好看呢，然后在网上差评啊之类的。我何必呢？我赚这点钱，因为本身我就是做这行的，所以我就喜欢拍，我就是也是锻炼自己，也是让自己更进步，就是试手啊之类的，为了以后做铺垫。你都不知道现在网络戾气有多重，所以我们不敢就是搞收费之类的，何必呢？因为真正收费的、真正愿意花钱的人非常非常少。
大家其实都习惯了去看这个免费的东西，那你没办法。所以这方面我既然有钱我就拍，没钱我就不拍，我就不会逼自己，也不会那么臭矫情，就说哎我花自己钱，然后大家那个众筹一下吧，不会，就是众筹也是前期的众筹，不会说后期啊说就是那个播出了以后说的大家来众筹吧，不会。飞过一片时间海，避免受伤害。像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说白做，人生的一个体验，然后包括你自己的履历叫履历嘛，反正就是自己的那个以后跟别人介绍你自己，你有什么作品啊，包括你出过什么歌啊，其实这些都不是白做，它就是有它存在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对啊，你看现在2把刀开始申请那个抖音音乐人了，就是你做这个东西，你对就是会有所收获，可能收获的大小，而且就是自己充实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们拍剧，我觉得可能就会比别人要成熟很多。最近有出作品吗？我们的作品已经出了4集了，在那个 B 站油管搜索我的名字。对现在的感情还有新鲜感吗？没有新鲜感，我对感情现在就不处于一个新鲜感的一个状态了。那你都30多了，你对感情还会有新鲜感吗？你问这句话的人，我觉得你就是没谈过感情。就是年纪越大，其实对感情的所谓的新鲜感就几乎没有了。更多的是在这段感情里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跟那个上一段感情有什么不一样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段感情可能哪一点舒服，哪一点不舒服，然后也不会预设有多长时间，也不会想着说，哎，要一起去，就是做一些很浪漫的事，不会。相反的是会一起去规划，可能生活都趋于平淡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做一些调剂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会可能感情有一些平淡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旅个游啊？或者说我们要去一起去经历人生下一段的事情？对，他不太会有那种所谓的浪漫。其实我很多年前我在做生意之前，就是上一段感情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就不太会有那种什么新鲜感。怎么会有新鲜感？因为你不是年轻人，你对待圈子里的感情，其实你就不会有新鲜感这种说法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年纪小的人就不明白，等你年纪稍微到了35岁、40岁的这种中年的这种状态，你对感情就是不期待的。相反的，就是你会在相处的过程里，你会觉得说啊，这段感情挺舒服的，挺美好的，或者说哎挺痛苦的之类的。对，就是没有爱人的冲动，也没有说
强制自己让自己步入一段关系里面，没有，就是一切都顺其自然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喜欢那些中年人，你们会觉得说他们比较冷漠，然后比较无情不懂他们的想法。明明你爱的要死，为什么他们就对你特别冷淡呢？不是说他不喜欢你，是因为他这个年纪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像你一样火热，不会。原来你也是火皮，什么叫火皮？上个超影吧，上批超影，我自己还在上忍呢。你高看我了，你有点。我自己才在上忍，我最好的成绩就是暗部3，我最好的成绩是暗部3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出的这些忍者，越来越变态了。而且你不了解一个忍者，你不知道他的那个招数，你就有信息差。这些信息差有一些就是那种特别贵的那种忍者，你就是不了解，那你怎么打得过呢？所以我觉得逐渐就还蛮吃钱的这个游戏。后来我就不会充钱了，我觉得你充不过呀，隔一段时间你就出一个新人物。小爱同学，小点声。90后怎么胡子都白了？那00后也有死的呀。那不这玩意儿有啥说法吗？没有啥说法啊。6道有1-2个就够玩了，有1-2个就够玩，啥意思？6道的有1-2个就够玩，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？六道我一个都没有。因为我为什么会着迷带图？因为我会觉得说，火影忍者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带图一开始就是带图，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带图，就是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，而且他是亦正亦邪嘛，而且又是短发，我是我觉得火影忍者的剧本特别牛逼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把这个带土这个角色描写的很好。对，我也不觉得带土有什么洗不白的。我觉得他不用洗白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对，坏人有什么洗白的？游戏里的带土厉不厉害？我没玩啊，我没买啊。火影忍者等于带土传，是啊，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带土，放那个
九尾妖狐，后边就是带土帮着那个小樱他们，对吧？这他还挺重要。相反的，我不喜欢鸣人，我觉得鸣人好无聊啊，这种角色好无聊。哈哈哈，哈哈哈，想我没有？没有。哈哈，你练啥了？你猜？练背了。你咋知道？因为你那天练胸啊。啊？因为你前天练胸。嗯。谢谢神秘嘉宾的粉丝灯牌。老婆，你给我滴眼液呗。行。你眼睛不舒服了？我这眼睛一直都涩涩的。刚睡醒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流眼泪。那你下播吧。下播干呀？直播你不得一直睁着眼？我一只眼睛就够用了，我一只眼睛就可以对付他们。神威。谢谢东东的礼物。谢谢小张的礼物。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了，是不是？我眼睛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先处理我的眼睛？你让我寒心。那我在干啥呢？你干嘛呢？我洗手呢。谢谢东东，谢谢周杰伦。我不得把手洗干净给滴吗？喜欢你的脏手。他凶我。哪只眼睛啊？这只。就一只眼睛。嗯。这咋在地上放的呢？生气了，摔了。哎哎，睁开眼！我的妈呀！眼睛咋这么多红血丝啊？不知道，我睡得挺好啊。你眼睛真的好红啊！我要开那个万花筒了，是不是？感觉，哎，别长的眼泪，感觉是。你去照一下镜子，眼睛真的好红啊！阿玛特拉斯。除了眼睛干，还有其他感觉没有？没有。全都是泡沫。你昨天几点睡的？别说了，我看一下。难再续。你滴好了吗？干啥呀？我看你几点睡的昨天？
5点多6点多。呀，就这样啊，头别低下来。眼睛转一转眼球，这痒的。遇到多久更一集？我们这是每周4晚上8点更新。吃饭吧。你吃啥了？吃的那是你不跟我吃啊？我你没点那天塔子不是送我了个那个券儿？券儿吗？我就吃了塔子。到底是券儿还是券儿？券儿是券儿吗？券儿，小爱同学，是优惠券儿还是优惠券儿呢？有点没懂你的意思。你说的优惠券是指小米的吗？能说下是哪类优惠券，用在哪等信息？优惠券这样我能更好解答。小爱同学，安静。我说是券儿，那就是券儿。谢谢。快点我爱吃的啦。那乌冬面是蔬菜乌冬，没有炒乌冬这家。那你就不要问我啊！我问的时候，我搜乌冬，给我希望，然后你又点不到。我搜乌冬面的时候，它也有炒乌冬，但是有炒乌冬的就没有这些东西。真的好让我失望。如果你不告诉我有那个炒乌冬，我不会这么期待。难再续，难再续。这个第2页是不是没有了？啊？第2页是不是没有了？啥第2页？第2页。第2页没有了。买个新的。他没有给我那个小碗儿，没小碗。蘸酱的那个小碗儿，他不给我。我没有碗儿。就只要碗儿是吧？瓶盖儿啊？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哦，就请你给我。这家就是咱们去店里吃那个贼难吃那家。也不是贼难吃吧，就是一般吧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你知道怎么分啊？算了，你不吃。你知道怎么分三文鱼吗？分三文鱼啥意思？什么三文鱼是好的，什么三文鱼是坏的？鱼腩肉是好的。不是，我说怎么分辨它是好的不好的？怎么分辨？
看那个白色的那个条纹，条纹越粗越好。那这个是好的还是好坏的？不好的，很细，还贵呢。有没有吃不了日料的？他就吃不了，我就能吃。带土出了吗？带土出了呀。我没出，这个别克出了，我没钱，我没出。这个周杰伦啊。你今天没穿秋裤啊？啊？你没穿秋裤吗？穿呀。感觉你今天屁股好大。穿秋裤屁股就小了。就感觉有点像空的。有点像什么？就啥也没穿。穿了才大。你今天好胖，感觉像小维了。丰满。今天有点像少妇。是。我就发现用那个肥皂洗，啥时候都能搓出来那个东西。哪个东西啊？我就拿那个搓澡那个皮的那个东西一搓，就能搓出来。我没搓过，我就用那个打泡往上打一层泡就行了。挺好搓的，挺爽的。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用洗衣粉洗头。我小时候可没有，我小时候就都不洗头。怪不得你头发那么好。头发好跟不洗头有关系啊？对啊。他们说油是特别滋养头皮的。头就是这么经神奇。人体分泌油本来就是为了保护。那我吃完了，你饿了咋整啊？
饿了我再点。要不要提前买东西，晚上给你做面条吃？行。你喜欢吃蒜苔吗？喜欢。那也别总吃酸菜的了，吃个蒜苔拌面行吗？行。你确定啊？嗯。蒜苔肉末吗？肉丝、肉末都行。行。你喜欢吃长条蒜苔还是切丁那种啊？肉末就切丁，不是肉末就不用切丁。行。蒜苔粉丝馅包子，那也得加肉吧？什么邪修吃法呀？好多人都吃那个什么粉丝，就是那个粉条馅儿的，他们把那个粉条剁碎，然后就还有吃，你知道那个内蒙古那边吃土豆羊肉馅儿。俺们来尝一尝这个鸡西辣菜吧。鸡西辣菜估计就是朝鲜味儿那个。我来尝一尝。尝一点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辣条一个味儿。之后我联系好友是谁啊？小薇啊，你去下。这是好友吗？是好友啊。好友。好友。好友。有点淡。啊，你是鸡西人，我也去过鸡西，你们还有鸡东。那我很好奇，为什么鸡西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为什么鸡西有一股煤炭的味道啊？因为鸡西产煤吗？感觉城市里都会有一个煤炭的味儿。
啊，那我去那几年还是没多啊。我去我是20年前去的。啊，不是十年前，15年去的啊，15年前去的20年前我15岁，对。枯竭了啊，枯竭了也是好事儿吧，要不然天天，对吧？我觉得也算是好事儿。在吃乌冬面。我买那个不好吃，没那么好吃，也不是说不好吃，就淡淡的。你啥时候买的葡萄啊？前2天，今天也买了。鸡西刀削面好吃，鸡西刀削面可能比山西刀削面要好吃，山西刀削面不好吃。刀削面巨难吃。那是因为现在的刀削面它不是刀削面。嗯？那是因为现在的刀削面它不是刀削面。以前的刀削面也不好吃。以前刀削面是刀削面。以前的刀削面也不好吃。刀削面是拿刀削出来的面，不像现在什么玩意儿，都机器压的。我上的不是本科，我上的是进修班。进修班就是你得有一定的基础，然后来这边进修1年。本科的那个课程会比较浅，可以拿刀削你吗？那不犯法了吗？那不行啊。谁呀？
你看我像人吗？我哪知道你是不是人？最近是没上课吗？最近我们一直在那个期末汇报演出，我退出了汇报演出。5、6集啥时候更新？每周4更新，咱们是每周4晚上8点。你脚趾甲剪完了吗？咋？好吃不好吃？这好吃，我说这个饭还行。感叹人生太快吗？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快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，就是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不会觉得快。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，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人生好难熬。然后到现在就会觉得说，就是在经历，没有觉得快或不快。你就比如说，去年1月份的时候，到现在的1月份，我觉得我经历了好多事儿，所以我就不觉得快。入圈火影了，我早就玩火影，但我玩的不是那么好。你的头像老是不过审核，不符合要求。为啥呀？不知道，这个头像就不明显，头像。你得换个头像给我。你最近是不是不玩那个游戏了？啊？最近是不是不玩那个游戏了？哪一个？山海经那个。不玩了。你不打到全部第1了，不玩了？往后就得充钱了，我不玩了。我的人生是要多体验一些人和事儿的，干嘛因为打到了那个什么第1了，然后就要一直玩啊？我昨天新玩一个游戏，传奇，本科是啊，本科是这样的。我也玩了，下载了，第2天就卸了。
但如果说我给你，就是因为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好像是有一个，就是它属于类似于留学的那种机构，不是机构，留学的那种方式，就是可能不需要应届那个高中生，好像你有大专学历就可以，然后上那个学校，好像是在传媒大学1年半，然后去新加坡1年半，反正就是学费比较高，你可以试试这个。你想想，就是去新加坡留学那肯定贵，你有没有这个？因为我觉得上艺术学校你必须得有钱，你要没有钱的话，就是你哪怕你将将巴巴把这个课程学完了，把这个学业学完了，你也做不了这行，就这行必须得有钱。我不是说那个。我不是说就在打击这些学艺术的孩子，因为我之前我也是跟大家想法一样，就是说，哎，那个怎么样，就是我学就好了啊，我努力就好了，怎么样？就是那个怎么地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就是学艺术的，就是什么美术啊、音乐啊，还有影视啊、导演呐、编剧啊，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定是非常非常要有这个条件的，你没这个条件，其实不，就你哪怕你学完，你也入不了门儿，你不跟大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跟大家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比如说那个，你比如说二把刀，他也是学艺术的，算是，但是他毕业了以后，他就不往这边走，因为他的那种生活圈子呀，包括他的思维啊，他就不是艺术生，他的条件也进不了艺术的那个行业，所以你学了等于白学，哪怕他是2本，就你真的没必要。你看二把刀现在哪里能看出他是搞艺术的？撸铁的，不一样的，就他，这个行业还是得有钱，你没钱你不要做。你比如说我们做导演的，我就真的跟大家坦白一句话，就我们做导演，我们毕业设计就是要求你拍一部片子，一部片子至少几十万，就是学生作业的那种片子，至少得几十万。你家里如果说是一个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家庭，那你这几十万谁给你出啊？你作为一个学生，你哪里会有几十万的？你必须家里得有钱呢。影视行业就是会这样啊，你毕业设计啊，这是你有这个毕业设计，你才能毕业呀。而且这个学校又不是说只有你1年你要做出这个毕业设计，是可能会让你做几个毕业设计，你就是得有几十万的。包括你怎么，就是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不要，吵到你了。那你音量大一点声。我们艺术圈的你别听。干嘛呀？那你播完我再接嘛。就不想播还找理由。不播了。不播了。什么？没事。这些东西你这真的得考虑，就真的那个不夸张的说，我们现在就是那个进修生的那个群里边，就我们班级里的那个群里边，80个学生，他们在群里分享的都是什么？分享的都是那个他们出去聚会，然后喝酒、唱 K， 然后包括就是反正就是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就是像我们这个进修班，
日常的就是维系关系的钱，也比你们想象的要多。就可能就是说，没事儿就大家聚个餐呐、喝个酒啊，给老师送个花啊，就这种，我的天，我就觉得说，好社会啊，就是虽然说没有我的消费高，但是我就觉得说，我是来上学来的，但是没想到就是，会这样的一个气氛。我其实就不愿意参加了，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些，我可能在社会上飘久了，我就觉得所谓的社交，其实特别学艺术的这帮人，其实你的社交其实很多都是无用社交，所以我不愿意参加，他们就聚会我都不愿意去的，嗯，蛮夸张的，我就只能说蛮夸张的，所以这个行业也好，包括这个群体也好，就是你凑不来，你别硬凑。我现在就不硬凑，我就觉得你就做自媒体就好了，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也没啥用。大家其实像我们进修生，我觉得一方面是提升自己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他们在找出路，大家都在找出路。我其实上这个学我也是在找出路，但后来我发现。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几斤几两，也可能说你才是那个人脉，你想找那个人脉，其实你手里的人脉可能比别人还要多，就没必要。我觉得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是特别好，那你就先沉淀沉淀，或者说做点其他的东西，先把生活把生计也做好，就真的不强求不强求。那你说，好，学艺术真的我不是泼大家冷水，真的，反正我这个人，其实我现在学到，就是我上了这个学之后，我会觉得说，好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，就是。它不像说你有一个技术，导演，特别是导演这个学科，它不像说你有一个技术的东西你能抓到，或者说你能操作，包括我觉得你们看到了有一些什么音乐什么东西，这些就是你们接触到音乐的一些东西，它很虚。让人没有安全感，起码我是这么觉得，没有。你像你会画画，你会画画，你美术功底特别好，你可以那个或者说你学雕塑，其实这个在就是那个装修这一块都能用到，或者说在这个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场景你都能用到，但现在几乎全民都会唱歌。你学音乐没什么用，除非你家里有条件给你塞到什么团里，或者你有什么条件，你可以考到什么，你就是一个流行演唱的歌手，满大街全是，满大街全是。因为就像我之前我开过酒吧嘛，然后我跟那些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会组建乐队嘛。你可能你在你们眼里就是说在酒吧里唱歌是一个特别好、特别牛逼的一个工作，但其实酒吧里唱歌一晚上400块钱，然后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就是400的活他们都算是特别高了，而且逐渐的酒吧行业不行了，包括他们那个歌手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，可能就要考虑到你的台风、你的外形、你的包装，你有没有钱去，你洋不洋气啊？你得打造自己，包括你的歌量这些东西，包括你的嗓音，包括你有没有那个做自媒体，这些都非常非常多的考虑。所以这个行业不是说大家想的，就是说你唱得好，你在那个酒吧你就能卖唱了，不是。
有各种各样的条件。你唱的再好，你长得丑，或者说你长得不丑，你长得特别好看，但是你穿着特别土，啊，你形象特别好，但是你台风不行，啊，这些都影响到。其实，所以我就说，哎呀，你唱歌有什么用呢？他就现在他不是一个就是说那个年代了，逐渐的都被大家淘汰。真的学音乐的孩子，我真的建议你们学别的，你哪怕学民族都可以。啊，你有条件你往那个什么机构里去凑一凑，但是我觉得这些，那些东西也不太保险啊。逐渐就是真的全民都会唱歌，全民 K 歌的时代没啥用，真的没啥用啊。学艺术你们考虑清楚，那你们要说学什么，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学小众，越小众的东西越好啊，越小众的东西越好。你们看看哪个行业小众，没有人愿意去干的，你们可以学一学。当然也得考虑自己兴趣爱好啊，比如说，会不会？我举个例子啊，但我说的也不准确，是不是什么造纸啊，什么，就文字修复啊这些东西啊，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职业？我觉得这个职业可能铁饭碗，然后竞争小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走？如果说你的兴趣有啊，那你可以往这方面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学艺术的孩子就北京一大把一大把的，啊，不建议啊，不建议。在北京出来一个演员，出来一个跟谁谁谁同级，出来一个啊，他那个演过什么什么剧，他不出名啊，对吧？你一天你就当群演去了，你有啥用啊？有多少人能出来呀？学艺术的想当明星，当明星也得有人脉资源呢。就你们真的就会觉得说有的我其实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儿就告诉大家，就是反正我接触到的信息都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我在深圳的时候，我不是开酒吧嘛，然后有一些同性恋，他们来我酒吧当歌手，然后有一些就是哪怕他们不在我酒吧当歌手，他们也会参加一些什么中国好声音呐，一些什么选秀的一些唱歌的比赛，然后他们基本上都能拿到一个比如说这场的第一之类的，或者说拿到深圳的第一，但是他们进不了总决赛，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那因为什么呀？我说我不反对你们参加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参加这些东西肯定是增加舞台经验的啊。但真的要知道一点，就是娱乐圈其实讲人脉资源的啊，人脉资源很多的情况下也是跟钱直接关系啊，所以你就一些其实蛮社会的啊，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你们看到那种啊，这个人能出道，不是说他被潜规则了，是他的后台有多硬啊。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就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人是个素人，然后他能从一个草根儿什么升上来，扯，那都是扯啊。哪怕是一些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台举办的选秀节目，也是花钱买的冠军
就是哪怕不是说地方台，明码标价，那你爱交不交呗？你要觉得说这个钱你以后能赚回来，那你就交呗，你就买呗。你要买，你要不想交，那你就是自己慢慢打拼呗。那你说曾一鸣唱的这么好，为什么曾一鸣他就出不来呢？很，就是曾一鸣你们都知道是不是啊？曾一鸣你们都知道，就是他唱的那么好，然后包括他就是怀才不遇的那种感觉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没有人呢，没有人推他呀，再加上他这个人，他可能也比较刚就是你也不会给别人甜头所以就是他出不来，他一定出不来，除非他有天他自己妥协了，对，做人，对，是的，我觉得就是曾一鸣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傲，对，傲就是傲，他就是傲，就这个人他，不太会柔，这个就没办法，你需要很多东西的，情商低，那不是情商低就是傲。我觉得他接触的人和事儿应该很多的，他之所以就是不低头，就是因为傲，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人情商低，情商低。情商高又怎么能？情商高的人其实也不是说他天生就情商高，情商高的人一定是知道这个利害关系，他去争取，我觉得这叫情商高情商高的人其实都是比较努力、比较往上走的一个状态，才叫情商高。情商低就是，比如说，我就觉得说。我身边真的有好多情商低的人，我觉得他们骨子里其实就是会没有那么上进，就没有那么上进。比如说我身边情商低的人就是卡卡，就是你不能说卡卡，就是说他情商低一定是不好的，因为人家就不太看重这些东西，能懂不？就是每个人他对这个东西他的需求没那么大，你比如说卡卡，他就不觉得说演戏或者怎么样，他就是一个很那个怎么样，他就不去维系这个关系，他不屑，他可能追求的是，你像卡卡，他平时的朋友圈，他追求的是远方，都追求的旅游，追求的什么那个一些军警的一些，就是他喜欢在他的特定的喜欢的圈子里活动，他会觉得演戏，其实他会觉得说。有压力，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把它掌握的很好，那所以他情商低，其实不是因为他情商低，是因为他真的不喜欢这些东西，他不喜欢这些东西，就是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。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我情商高呢？因为就是我喜欢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努力的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你就是接触或者融合到里边，然后你会去想去争取一些东西，那你情商自然会高了。你在意这个东西，你会为此就是说表现出你的热情，对，你为他去妥协，我觉得这是对吧？那你这些东西，之前我会很讨厌卡卡这种人，我会觉得情商太低了。后来我就明白一点，人家不喜欢这些东西，那你干嘛去要求别人喜欢，要求别人像你一样为这个东西去怎么样呢？所以说就是有什么情商，对吧？情商低、情商高就是分事儿。有些人，比如说他在感情里，他情商肯定是高的。我觉得卡卡在感情里情商就高，因为他喜欢他对这个东西他比较擅长，或者说比较看重，
他自然而然的就情商就高了。那我可能我在感情里我就情商低，我就情商低，因为我可能对待感情我可能比较随性了，然后就有一点点自我，对，那我情商可能就低了啊。超影，我都还没上那个暗影呢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教那个社保啊？哦，好丰满的老公啊，哪个？好装啊，好装啊，谁好装的？你。就是对事儿啊，情商低不是说所有的事儿他情商都低啊，你们记住了，就是我真的要跟你们表明这个观点，就是情商低不是说他对所有的事儿都情商低，他对他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就会变得情商高，因为所有人对待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他都表现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，他会想着就是说得到获取，甚至能融入。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主动去贴这个事儿了啊。什么时候更新2集？每周四的晚上8点，我们是每周四晚上8点更新2集啊。现在是更新，这周四是更新到5集到6集了啊。5集到6集可能会偏搞笑一点啊，就内容可能偏搞笑一点。一共10多集啊，10多集，这葡萄以后别买了，籽儿太多。不过看，我们应该也不会停止拍摄。等过2年我们再出新的作品，你们又有新的东西看了。你也是村里人，是的，我是村边上的啊，我是村边上的。好丰满。眼睛好点了吗？没有，还行。眼睛好红啊！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滚！你勾引我。我勾引你，我不止勾引你，我还睡你。啊，害羞。怀上了。还是困的。行，你这个月的社保扣完了，每个月22号会自动扣款，以后。让我的爱伴着你。你俩是对象啊？不是。
老哥怎么进入你们这个圈子聊一聊？老哥怎么进入你们这个圈子聊一聊？没必要进呐，我觉得这为什么要进呢？你又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。什么叫进我？普通朋友，对啊，不熟。让我的爱伴着你。六道带土差多少个碎片了？一个碎片都没有。刚才有人说被爱做零了，没有。别看我管他叫老公，我们这是互相给彼此面子。你胖了，说明你变了；你流泪了，证明你是懂的。热热的，困困的，老婆，你就睡呗。但你在剪片子，我睡觉不太礼貌。我会回家可以救。你只要开着灯就行。为啥叫百里屠夫？随便起的呀，那你有啥？就那个时候就是要给自己取一个就是响亮的名字。我之前的名字叫燕赤霞，然后后来叫百里屠夫了。就燕赤霞和百里屠夫其实就蛮接近的。对，我之前叫燕赤霞，因为我胡子比较重。你们看到我现在就是不留胡子，你们觉得二把刀胡子比我重，其实我俩差不多。我要是留胡子的时候跟他差不多。得了吧你！你的有的地方就没胡子。有啊，因为我会觉得留胡子很 low， 然后我就不留了。他觉得还那个啥，还挺洋气呢。这些点瞳，一把火烧死他。这不是你留胡子的时候了。你俩吵不吵架？我俩不吵架。我俩吵了几次架，都是因为那个我自己偷偷的打，然后他知道了，然后他就跟我俩劲儿劲儿的，然后就吵架了。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喜欢自己打。什么事儿？我不说了吗？喜欢自己打。谢谢二爷。
不要再打了。就是有的时候会喜欢，就是因为，算了，这个我没办法给大家深聊又封号了，叫他帮你打，他打的也不爽。那你也会不开心啊？你也会不开心。是男人怎么会不打呢？是男人都会吧？对啊，是男人都会这样啊，那怎么可能？对吧？我俩就因为这个吵架，别的不会。要给自己的媳妇儿啊，那给自己媳妇儿给就好了呀，那你还非得这每次都给？他得在现场，他在现场我怎么尽兴呢？就好比我在拉屎，然后他非得看着我拉屎的那种感觉，我拉不好啊，我。对不对？人有的人就不人就有自己的空间啊，对啊。男人只是不说，都会偷情，偷摸啊。嗨，我说偷情，我们没偷情啊，偷摸啊，对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我觉得有些人吧，找对象特别事儿啊，有什么那个男朋友打一下也不行啊，然后就得爱你之类的，然后每次都留给你，这也太事儿了，我觉得啊。就我觉得俩男的在一起吧，就不要就是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的，就是其实是要互相就是尊重彼此的习惯。对，这是俩男的，你说俩男的还天天整那个女的那出干啥呀？就只要这俩人在一起吧，就是有商有量的，然后就是对生活有规划，然后包括分手的时候，也体面一点，包括会考虑对方，如果说不分手的话，俩人就是生活要有进步进展，我觉得这个比啥都强。就你处一个有责任心、有良心的男朋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对，比什么都重要，就是主要这个人他一定要有责任心，有承担力啊。我曾经处过一个，就是他害怕出柜，然后他就害怕到不行，然后就是如果说一切能让导致他出柜的一些因素出来，他立马就可以舍弃掉一切的这种人，这个是完完全全不要去接触的啊，就是他没有应对一些事情的能力的人，不要，就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帮他处理，因为两个人，你比如说就很简单，你处了一个没出柜的人啊，然后他特别怕身边的人知道他是 gay 的，你没有办法去照顾他这种敏感细腻且脆弱的这种心理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承担他被发现他是 gay 之后的结果。他如果说被发现了之后，他可能会舍弃掉一切，哪怕你再给他擦屁股，他也毅然决然的会离开你。就这种人你千万不要接触啊，千万不要接触。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就是如果你很怕一件东西，你很怕一些事儿的话，你不要去开始啊，你就不要去开始，你有点没想明白，你要想明白了，你就
你哪怕你单身也行。你要跟一个人在一起，然后你又没有承担的能力，到最后你害的是别人。你买面了吗？哪有钱啊？就放的没味儿的屁，我哪有1分钱呢？还问我买了吗？你没钱吗？我哪有钱呢？我手机也没在。饿了？没有，我饿了不管了。今天吃东西啊，我俩因为吃东西跟我吵过架，给他饿的，他鸡头白脸的，他跟我俩。这家肉咋这么贵呢哪家呀？这是？ ？400克，要20块钱。有便宜的。小杨超市啊，这是？不是，小杨超市好像没有那个面条。去小杨超市里面搜。或者去那个盒马。有面条。肝不好才白头发，肝跟头发有啥关系啊？好像有，啥关系啊？好像有。有鸡巴关系。咋了？你有对象了，你别把那个句话放在嘴边好不好？你是有对象的人了，你要注重，你这古代你都是冠夫。是古代吗？你叫百里刀。这是古代吗？你代表的是夫家的一个门面。是古代吗？天天就说那种脏话，你能行吗你？古代还要3媒6聘呢，你有吗？那你想咋的？那你去补吧，3媒6聘，我就改名叫百里刀。那你得给我生一个。人家古代也有不能生的。古代不能生，娶的干嘛呀？娶的当宝。你看人这个300克才12块钱。小象超市吗？嗯。那你就买呗。吃瘦肉肥肉，就这个事情。我行。咱家里不是还有肉呢？有点化。僵尸肉我不愿意吃，每次我都想吃新鲜肉。那这肉就扔了吧，以后每次做肉就给它做完。蒜苔。又凶我。你每天都凶人家。好便宜啊！你做饭好便宜啊！哎，你也吃啊？不然呢？你不刚吃过吗？那你不是现在吃吗？真便宜，以后我们每天做饭吃。关键你不刷碗呢。你要每天做饭我就刷了，你又不是天天做。真大方？什么真大方？指什么大方？哎，我要捡瓶子去。不要离开我啊！时不我待。不要离开我，求求你！因为一些人拖延，搞得我就没时间好好剪。谁拖延呢？必须得2天之内剪完2集，你哪剪呢？很难。你这不就调色吗？还调声音呢？那你咋不调呢？调声音调色嘛就。那你咋不调呢？
那我不剪辑了吗？剪辑看2小时就剪完了。那这是技术活啊！技术个屁，人家都剪得七七八八了。你放屁，那前面不是我调的呀？谁调的呀？是你调的。那前几天不是我调的，还剪得七七八八了。那你剪得厉害，以后你1天之内给它剪出来。不要，你不厉害吗？我不厉害。又凶我，老公，我买了那个茶，你喝不喝？不喝。那个盒马的茶还挺便宜的，3块钱900毫升。你要是不让着他，早干起来了。一天啥，又天天搁这挑不？想看帅帅的叨叨，没有帅帅的叨叨，只有骚骚的叨叨。说啥呢你？骚刀子，骚刀子。哎，别闹了，我赶紧剪片子去。糯米糍子吧。那个面粉感觉味儿越来越大了。我之前吃那个糯米糍，感觉那个面粉没味儿，现在感觉那层面粉就好像像生面似的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那你要吃吗？吃一个吧。好不好买那个雪糕了？买个雪糕好。提子没了？没了。这个提子好吃。上面那个面是啥面？我不洗。硬邦邦的。还是要吃。那你看，糯米粉啊，不是。食用玉米淀粉啊，是玉米淀粉的味儿。但是这玩意儿能生吃吗？这玉米淀粉口感特别不好，不可能怕粘住了还是干嘛？你那片子都看几遍了，还在那笑？你都剪了5、6次了都。看到你就觉得好笑。这不是我的画面。你这是你跟他的对话呀。哦。这集他剪了5、6遍了，然后他每次剪他都能笑。每次看见你都觉得是新鲜的。是不是不好吃？好吃。它那上面这层面粉有一股味道。拿水冲一下。那他为什么要弄这个面粉呢？怕粘到袋子上吧。会有一股怪味儿。我是吃不得。
老婆，要不这2天咱们把片子整好，咱们去沈阳，就是洗个澡去，离得也不远，然后再吃个那个咱们前2天看那个自助吧。行，这2天你整完了，然后咱们直播赚1000块钱，咱们就过去。能赚1000块吗？这2天整完了，啊，下周的不管是吧？就咱们定好时，然后就直接走了。正常的咱们不得休息1-2天吗？嗯。1000块钱哪够俩人？啊6000块哪够俩人？差不多。还得挣得了1000块吗？200、400、600、800，住宿200，然后自助，不够，得1500，还有路费呢1500都不够，差不多。高铁没多少钱了，现在高铁应该不用200吧？但我觉得沈阳冬天去还蛮好。沈阳的洗浴全国第1，我就可以去搓澡了。老四是沈阳的吗？哪个老四啊？老四的快乐生活。不知道是谁啊？就是洗浴拍洗浴抖音的。啊，我知道。不知道是不是？咋的？你喜欢老四啊？我经常刷到他。我现在都刷不到了。我现在也刷不到了，前段时间能刷到。哎，你说沈阳洗浴，我就会想着。沈阳洗浴多牛逼啊！但沈阳洗浴不得400块钱一位啊？这么贵吗？因为场地大呀。沈阳消费这么高吗？场地大，400块钱里边就包含那个自助了。哦。400多500块钱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哎，都不用住酒店了，直接在那个洗浴里住。就去最贵的呗，去最贵的，然后就包含所有的，省着出去溜达去了。因为出去溜达我们钱也不够，而且现在洗浴还蛮夸张的，就啥都有，在里边一天我估计都玩不完吧。它关键有的那个洗浴，不是有一家洗浴是那个有什么水上乐园吗？对不对？有那个水上乐园的那个。就是特别大的那个，想去体验一下。你说我之前都怎么想的呀？天天就是把自己逼那么累，我现在我就会觉得说，索性经济不好，挣点花点挺好。你这天天存钱有啥用啊？你这是。再说你存也存不下来钱，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？反正自己也这个岁数了，也拼不动了，啊，就是稍微就是有点钱够花就行，享受当下嘛。
你关键我现在也啥也不缺，你干嘛把自己逼那么紧呢？我以后忙活也就是忙活那个2把刀的事儿。逼多紧呢？我没逼。你给我滚！你不是说逼得很紧吗？以后可能就忙活2把刀的事儿，我自己都没啥事儿。我现在就有房贷还有70多万，算是我的饥荒还有70多万，慢慢还呗。所以2把刀没房就没饥荒，有房就得有饥荒。小大夫被我整了60多万饥荒，人家他妈好好的，人家不想买房子，我非得给人家买，然后人家饥荒，有60多万饥荒，哎呀，一天我可不想重蹈覆辙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说给2把刀，我现在也给2把刀整，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害怕了，就不给他整。可以整个全款。那你先把那个70多万的那个贷款给我还了，我就给你整全款。我为啥要还70多万贷款啊？感情不是相互的吗？你不是想付出吗？那你就付出啊！我也想让你付出啊，咱俩都互相付出。我有付出，我是那个情绪付出。那我是身体付出。你是那个物质付出。我是身体。那不行。别人都说我嫁入豪门了，你得给别人一个那个啥呀，回应啊。咱们就偏不如他们所愿嘛。相爱就要一起还债，是的呀，对不对？先还完这70多万，给他整一个全款的那个老婆小。你上哪儿有70多万债啊？我别墅有70多万债啊。哦，你别墅70多万啊？对啊，本来那个别墅是150。那你提前还呢？没钱，我现在哪有钱啊？你提前还还划算些吧。我哪有钱呢？把你卖了，给你卖给那个新加坡那个，然后你天天跳沟沟给我还债，好不好？你同意就行。那有啥不同意的呀？说不定你回来还成那个 dancer 了。说不定成头牌了。对 ，dancer， 然后咱俩就不要打了，就练武士打。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？困了，下播了，下播了。吃完这些东西，肚子一直都不舒服，你知道吧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也不舒服。拉也不舒服。拉得出来吗？拉得出来。你这回买的什么水啊？怎么是那个瓶子？河马的水。河马的那个就是那个他们自己的。对。多少钱一瓶？一样的价吧，好像也是9块9。我看看。
好丰满啊，好大的屁股啊，肥硕，整的挺高级啊。他们这么大瓶的才3块多一瓶，这是啥水啊？乌龙茶，哦，还有茉莉花茶买的。你去逛了？不是啊，盒马送过来的。哦，这都是盒马自己的。我们家旁边要有盒马，我天天去逛，天天买菜。结果家里旁边只有个物美，物美的菜也不好，有河马呀，水果也不好吃，哪有盒马啊？有河马，但是离得稍微远一点点，远一点的谁还逛呢？也没有那么远。就是楼下的超市才会去逛的。这水咋样啊？喝不出来，有点像自来水。喝不出来那就是还行。嗯，天然水就是自来水，深层天然水就是压的水井。你这油盐不进。密云产的，北京密云产的。唉。有一个，你唱歌吧不行。唱不动。哎呀，他的名字叫做小薇。老公，你下次剪的时候直接把画面调了得了。调啥呀？卡头。好。这个卡头，这个人卡头调不过来。我知道。我能调出来，他调不出来。拍的时候他就卡头了。就这个人，就那个小薇和那谁讨厌他。啊，我知道。然后就不给他好画面。录他俩的时候就让那个小伟录的。那不耽误咱们片子吗？说的就是啊，我就说这帮人一点都不敬业，一点不敬业，没有敬畏之心。要不收音能这么差吗？谁人家生意可不差。差。就他连收音都不愿意给人调。这个收音好差。这里还就属于他演的好呢。很自然。那你说都没有剧本，为什么他演的这么好啊？因为他是专业导演。反应快。啊。你像那几个反应能力，就大号还行，其他都不行啊。大号不也删了？删了。想下播了。下播睡吧，睡觉吧，你不困了。
你来下。嗯？你放我这儿吧，给我播吧。不行，我要玩手机，你拿你自己手机播。那我不播，我讲。